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9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是来看中美双方呢，就是最高层呢，中美之间的动态。我们首先是看到川普总统昨天有一个最新的讲话。川普总统这个讲话呢，他就明确说，8月15号，刘鹤和莱特希泽本来就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谈判呢，他们本来半年下来呢，有这么一个验收会议的。这个验收会议按照合同约定呢，是在2月15号，然后以半年为阶段呢，也就是应当在8月15号，由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美国呢就是莱特希泽和卢姆金，中国呢就是刘鹤，由他们举行一个双方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状况呢有这么一个验收会谈的。因为呢，中美之间所有的会谈都已经全部停下来了，美国和中国所有的对话渠道全部取消了。那么这是唯一一个原来按照约定、按照合同约定有这么一个会谈的，所以中方呢十分期待。那么这个会谈呢，到了临要会谈的前一天突然取消了。那么取消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很多猜测。当时呢，这个取消呢，有一种说法是什么？是中方呢希望在这次会谈中加入很多跟会谈、跟本身贸易协议没有关系的其他议题，包括美国要禁止中国的微信禁止中国的抖音包括这些议题呢，中方代表团想把它加上。那么美方呢显然不同意。由于呢谈判的这个话题呢根本不是原来约定的内容，所以美方呢取消了这次会谈。这是一开始呢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消息。但是川普总统昨天的谈话里面得到了证实，是川普总统呢他主动取消了这次会谈。 I postponed talks with China. You know why?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now.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now. With what they did to this country and to the world, I don't want to talk to China right now. Okay? Are you going to pull out of the trade deal? We'll see. We'll see what happens. Look, let me tell you, what China did to the world was not even thinkable. They could have stopped it. They stopped it from going into China, and they should have stopped it. So that's correct. I canceled talks with China. Well, I think Oracle is a great company, and I think its owner is a tremendous guy, a tremendous person. I think that Oracle would be certainly somebody that could handle it, yeah. We gave them until September 15th. After that, they got to close shop. Okay? That's TikTok. Prefer Oracle to Microsoft? Well, I guess Microsoft wants it, and so does Oracle, and probably so do other people. But they have to also make sure the United States is well compensated. 取消这个会谈跟中方提什么议题不议题没什么太多关系，他们随便不提议题，川普总统也要取消，因为川普总统明确表达了现在不想跟中国谈，跟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8个月前的态度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美国已经深受伤害，中国由于它扩散了这个瘟疫，给美国导致的这个伤害呢，已经使得美国现在对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对于第一贸易阶段的协议，中国你执行多少就是多少。川普总统已经说过，我不在乎这个协议，你爱执行执行，不执行拉倒。因为川普总统现在马上要应付的还剩2个月不到的大选，川普明确就说过，中国不断地在破坏美国的这个大选，中共是不断地希望制造各种对川普不利的因素，然后呢干扰破坏这个大选以后，最终呢是希望拜登来当选。川普总统这个话现在已经说得非常明确，过去呢他还说的呢比较暧昧，现在川普总统明确就说，他整个这次大选就是中共在搞破坏，中共破坏的目的就是要拜登当选。然后川普总统他在另外一个讲话里面就说过，本次大选对于美国来讲是历史性的选择，这次大选对美国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美国是否能保持它一贯的繁荣，制造美国再次伟大，有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你们没有选我，如果我输了，是拜登当选，毫无疑问来讲，你们就准备在美国实现共产主义，也就由中国来包围美国。你们不仅仅是你们要去学习中文，而整个美国很快就会堕落成委内瑞拉。 It's the most dangerous election we've ever had, the most dangerous, because I don't think we can ever bring it back if they get in. It'll be another Venezuela. I used to say that lightly. I now say it very strongly. This will be a large scale, very large scale Venezuela if they win. 这是川普在最新的一次讲话里面明确就说到，现在已经关系到美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捍卫什么样的制度问题了。在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究竟选谁，你们美国人民你们看着办。这是川普呢，他一是对大选他提出了他自己个人的认识，
同时，川普也明确说到，整个大选中共是希望拜登当选的，中共在背后做了很多小动作，所以说美国现在停掉了跟中国所有沟通的渠道，没有任何谈话渠道，跟你们不需要谈了，美国没有兴趣。包括合同已经约定的，本来在8月15号中美之间有关贸易阶段第一协议执行的问题，有这么一个双方面会谈的，这个会谈也给川普取消了。而目前中国呢，中国是大量的买啊，按照川普讲话的内容里面就说到，中国买的那个数量和那个记录都已经破了历史记录了，中国买的非常狠啊。那么川普就说你愿意买你就买吧，川普绝不反对你买，因为川普多卖掉一点，美国农民销售多增加一点，美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一点，对川普来讲没什么坏事，你买你去买，但是你买你的，川普打击他的，川普绝对不会因为中国多买了，川普就会停下来，对中国就不打击了。川普就说我很清楚啊，他们买这个的目的就是希望讨好我啊，就希望我回心转意啊，我知道他们的用意啊，他们就是拖我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不要对他们有更多的打击和制裁的内容，因为呢他们希望拖到大选，他们希望拜登当选，拜登当选以后就可以把美国改造成委内瑞拉了。这是川普总统对中国最新的认识、最新的表态，也就是说，中国所做出的所有的牌，川普都把你这个底牌一眼就看清了。你们一是为了拖，第二个是希望支持拜登，第三个是在拜登当选以后，把美国演变成委内瑞拉那样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川普他讲是委内瑞拉？是因为什么？美国的左派思维啊，他们所追崇的这个社会制度，就类似于像委内瑞拉，加上中共他又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断的渗透在美国，那么中共这个外因在起变化，美国民主党的内因在起变化。如果拜登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再当选的话，那么美国被演变成委内瑞拉，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说，川普已经严正的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了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制度，为了捍卫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川普是绝对不能够在这次大选里面输给拜登的。这就是摆在美国人民面前当前的需要，也就是美国人民你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是美国现在对中国表达的态度。那么中共呢？中共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办法了，可以讲叫黔驴技穷。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都对中共有着致命的打击。尽管呢，欧洲呢，他拉拢了一个德国，德国呢，真的叫不是人。德国不仅仅是默克尔一个人坏，过去呢，我们总认为德国出问题呢，都出在默克尔这个老妖婆、这个老女人身上。其实德国这个民族，它就是纳粹思维。之所以它能点燃2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就是德国这个民族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啊，他始终抱有着那种纳粹思维和共产主义思维。所以说，德国跟中共他们这个合作啊，是他们基因里面带来的血液里面的细胞，它绝对是分不开的。德国这个外长叫马斯，他在那时候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尤其美国积极支持香港、捍卫香港民主运动的同时，德国这个外长马斯，他也接见过香港的一个代表人物黄之锋，当时他也跟黄之锋做了交谈，媒体上也做了报道，好像德国是在支持香港人民捍卫到他们的人权。但是今天呢，这个马斯又发表了一个文章讨好中共，说是他跟黄之锋的见面，他发现黄之锋有分裂行为，也就是说，他指称黄之锋实际上就是有这种分裂国家的行为。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去指责香港的一个民主青年，那么他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帮助中共洗地，帮助中共去打击黄之锋以后，给中共打击黄之锋，增加中共打击的力量。所以说，德国人他绝不仅仅是默克尔一个人坏，是德国的政治家他们整体的蜕变。但是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就是中共推行了国安法以后，在全球都受到所有的民主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的盟国对中国一直的口诛笔伐。在目前来讲，很多制裁行为一个接一个到达，中共呢现在是喘不过气来。所以中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要拉拢他附近的小国。这2天，中共的外交部已经宣布派他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准备访问韩国、访问新加坡。在韩国和新加坡里面，中共要施加他们的影响，他要拉拢这2个国家。他知道这2个国家是香港国安法受益最大的国家。你看韩国文在寅一向跟美国是2面3刀，而且呢，韩国文在寅呢是拥抱熊猫派，他跟中共勾兑的相当紧。而中共每到关键的时候，就用朝鲜的事情来猎猎韩国，猎猎文在寅。而文在寅呢，他自己呢，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呢，他一直想做骑墙派。在这个骑墙的过程中呢，他还更多的呢会支持中共的这个专制的共产主义。所以说呢，中共就去拉拢韩国，拉拢文在寅。中共的目的就是稳住韩国，因为韩国实际上是整个这个西方盟国打击中国、打击香港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受益国。
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国、日本把大量的企业都从中国撤出了，韩国它保留一部分企业，尤其是韩国的中小企业，它仍然留在中国，它可以在中国收割一部分韭菜，这是中国拉拢韩国的这个目的。那么新加坡就更不要讲了，李显龙的高兴死啊！一听说有国安法，李显龙是连开了3天香槟啊！他和他那个不要脸的老婆2个人，每天都在那个高声庆祝着支持中国的国安法。But from Singapore's point of view, we hope that somehow other Hong Kong will work through its problems. Law that means Hong Kong is supposed to pass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we think it's better for Hong Kong and better for the region and Singapore. 他恨不得中共坦克这气干将去学习香港啊，因为对香港镇压的越猛，香港被打击的越大，美国取消香港的优惠待遇越多，就意味着本来投入到香港，本来这个世界在香港第3大的这个金融中心，很多资金、很多资产、很多公司就转移到新加坡来了。所以说，新加坡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他1个月所接受到外资和整个他这个月，他新加坡市场获得的这个国际资本的支持，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顶峰。李显龙属于高兴死了。在这个过程中，杨洁篪去访问，显然他跟中共就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嘛。所以李显龙这个人坏透了。李显龙也好，文在寅好，他们现在跟中共的勾结，他们总有一天会被人民送上审判台。你不要以为我讲的话是随随便便说说，这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要送他们上审判台，他们自己本国人民也会把他们送上审判台。李显龙他快活不了几天了，他父子2代在新加坡执行的现在这种统治，并不是新加坡人民都是从内心里面爱戴他们的，只是他们这个威权的政权有结束的那一天。这是指中共他想拉拢周边的小国，因为中共现在在国际社会已经可以这样讲，叫过街老鼠嘛。那么中共他现在北戴河之后又确定了他的所谓3软3硬，他的3软3硬在国际上的软，他实际上就是拖川普的大选，要对美国软，要对西方软，行动上要软，软的目的就是拖住川普的大选。要硬，他们是对人民硬，因为他们不允许人民造反。第二个，宣传口径上要硬，也就是他们任何时候都要强调他们是伪光正嘛。那么对香港要硬，他们对香港要硬，你对美国就软不起来，因为现在香港就涉及到中美之间最大的一个政治利益。因此你对香港硬，他们对香港硬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了，他们取消了香港这个议会的选举。香港的议会本来人民授权这一家议会，也就是在今年的9月份就必须要进行大选，而这个议会选举被中共无端的取消了。他们取消的目的，中共是以疫情为借口，他们实际上也就是中共他粗暴的干涉香港的1国2制。因为香港这个议会他们取消了以后，现在林郑月娥提出由人大常委会来授权决定在这1年过渡期里面议会怎么办。现在人大决定原来议会的议员全部留任，过渡1年。那么到了这时候，议员们就很难办了，你说是留任还是不留任？留任显然就是什么？是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人大常委会任命是破坏了人民的选举，是非人民授权。你接受了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也就是所有这些民主派的议员就变成了你们被人大常委会任命了以后，也就是你们屈从于中国这个人大这个政权，破坏香港的法治，破坏香港原来的议会的民主选举。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旦执行这个中国人大的这个命令，你继续留任这1年，显然也就是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嘛。这对于香港所有民主派的议员来讲都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们这个权利不是人民选举的，不是人民授权的嘛。人民上次选举你们这个议会到今年10月份就到期了嘛，在这个到期以后要重新选举嘛。那么怎么能有人大常委会来任命你们来担任议员呢？有哪个国家的议员是有这个国家由行政命令来任命的呢？不要人民选举的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的议员留任1年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但是如果不留任，所有民主的议员全部退出，那么建制派的议员他们肯定留任，他们要接受人大常委会对他们的授权和任命，然后他们就为所欲为，然后他们就在留任的这1年中就通过很多压制香港民主的议案。这些议案通过以后，显然会对香港的民主和香港的法治会造成极大的破坏的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民主议会的议员是留任也不合适，是离开也不合适。所以说就导致了香港现代议会原来的民主派的议员和建制派的议员，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些互相的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就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里面祸害所有香港人民的就是人大常委会，也就是人大常委会他没有权利来做出这么一个任命，来推迟整个香港议会的合法的按期选举。也就是香港议会他们应当到期就选举，当到期不能选举之后，就意味着这个议会制度它已经停摆了。
那个所谓任命的那个议会是完全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是无效的。所以说，在于香港这个问题上面，中共他对香港伸出的这个手是非常黑的，而且他这种做法，他会在香港所有民主派议员、建制派议员和香港普通民众中会产生很大的割裂。他故意就制造你们、挑拨离间你们嘛，让你们彼此之间互相争斗嘛。但是所有我觉得清醒的香港人民和香港的民主派议员都不能上中共这个当。现在我不是讨论我们下面1年要留任还不留任的地步，而是要明确这个议会选举推迟是不可以的，任何人没有资格让这个议会选举停下来，议会就应当如期选举。因为议会所有议员的权利是人民的授权，只有人民选举的议会议员，他才可以代表人民去行使权利，这是矛盾的核心，这是我们抓住的重点。也就是现在应该停止争论，应当坚决捍卫我们自己的民主权利，应当保持本届议会如期选举，所有的议员都需要人民授权以后，这个议员才可以上任，而不是人大常委会有什么权利非法任命的问题。好，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中国共产党如果倒台，是不是体制内的人物会成为共产党倒台的这个推动共产党倒台的唯一因素？现在呢，很多人呢都有这种思维，就认为呢，现在民间没有反对力量，民间的反对力量呢根本就达不到能够跟中共抗衡的水平。所以说呢，既然民间没有反对力量，那么唯一能等待的就是共产党它体制内的这种裂变，也就是宫廷政变，或者是中共高层他们高层火拼以后，由某一个派别战胜另外一个派别以后，这个派别呢会走向呢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这条路。很多人基于的理论呢，就是认为苏共倒台呢，就是因为苏联呢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人物。那么作为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他们曾经呢都是苏共中央的这个高级领导人，当然了，他们这个手上也一定会沾满着苏联人民的鲜血，而且他们在专制国家服务几十年以后，他们必然跟着苏共这个政党有过很多罪恶，但是在最关键时候，他们选择站在了人民的一边，那么最终苏共就倒台了。所以说大家呢基于这个理论呢，都认为中共现在这个党内这些领导人，哪怕罪恶再深重再大，如果是他们能够审时度势，能够呢顺应人民的要求，最终把共产党推翻，把共产党改造成一个新的民主政党，给中国呢改变一个政治体制，我们要不要支持？这是肯定要支持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党内现在能出现一个人物，哪怕这个人物就是习近平，哪怕这个人物就是江泽民，就是胡锦涛，就是说他们曾经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们曾经制定过无数的屠杀人民的政策，他们曾经手上沾满了无数人民的鲜血。如果说邓小平现在把中国已经改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你说你不支持邓小平吗？你肯定会说支持。问题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的概率究竟有多少？是不是中国它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变化，唯一就是依赖着中共党内某一个派别，现在可以推翻另外一个派别，而且这个派别一定不是走专制道路，不是维护共产党的专制体制，而是把中国改造成民主体制。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跟大家已经讨论过很多次，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就认为，中共它自身是没有改良可能的，中共体制内出现的人物，他们本身是没有任何希望把中共带向民主道路的。尽管中共党内出现过像赵紫阳、胡耀邦这样的有良心的这种开明派，但是这些良心的开明派，无论是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在他们自己执政的时候，在他们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时候，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改变这个政党，他们是热爱这个政党的，他们是希望顽固的维护这个政党的体制的。很多人认为胡耀邦甚至是赵紫阳后来有很多这个民主架构，有很多民主思维，包括赵紫阳都讲过中国应该走多党制。你一定要看赵紫阳讲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那是赵紫阳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这个权利之后，他在北京已经被软禁在家时候，他认真思考了他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认真考虑了中国的斗争实践，认真考虑了中国的政治架构、政治制度之后，他得出了中国应当走多党制，中国应当是把共产党改造成民主体制。这是赵紫阳在他自己晚年他个人对他自己政治生活做出的思考，而绝不是他担任中共总书记时候他有这种想法。所以说区分赵紫阳他的思想一定要看他在位时候掌权时候怎么想，和他自己退位以后他自己对中国是怎么思考。那种把他以偏概全的这种观点都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说呢，我讲的话就是说，中共最高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这类的血债派，还是说像赵紫阳、胡耀邦这类他们的改革开明派，
他们在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这个地位上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改变这个政党。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类似于像他们这样的人就改变政党，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的人呢？有可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期待。也就是中国如果要变化，我们期待的什么时候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出现一个叶利钦，那么可以讲从64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这30多年至少是没有出现过。那么你觉得人生能有多少个30多年呢？那么是不是就是共产党体制内变化，共产党体制内的高级干部出来，然后反戈一击，成为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唯一道路呢？肯定不是唯一道路嘛。波兰就不是这样，所有共产党的国家，人家认为共产党的国家最终共产党倒台，就是共产党体制内出现了人物，这仅仅是前苏联是这样，而波兰就不是这样。波兰就是有反对党，波兰就是团结工会，波兰的团结工会就不是共产党控制的一个民间组织，而波兰的团结工会是首先是在天主教徒和那些反对共产党的那些左翼人士逐步的组织一个民间的工会。这个民间工会在当时工会的领袖瓦文萨的领导下，在逐步的壮大的过程中，和当时波兰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波兰统一社会党，跟这个党做了长期的这个斗争。那么最终波兰团结工会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它一度它工会的这个整个会员的数量都已经超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的数量，也就是全国有1/3的人，甚至是1/2的人愿意加入团结工会，人家不愿意加入你波兰的这个统一工人党，你这个波兰的执政党。所以到了这时候，整个人心的向背，整个波兰民众他们对共产党的鄙视，就到了共产党感觉到他们已经走到悬崖边。只是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任波兰的最高领导人，他这个总书记叫雅鲁泽尔斯基，他选择了什么？选择了跟团结工会谈判，选择了不流血的革命，选择跟团结工会用和平的方式，最终共产党把政权交给了团结工会，然后波兰举行了大选，波兰变成了结束了共产党的统治以后，走向了一个民主国家。所以说这个先例就放在这儿，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党国家，它的裂变都是党内领导人他们来领导，然后产生的变化，各种方式都有。只是大家感觉到呢，中国现在民间的力量很弱，尤其中国大陆呢，所有的民间反对力量基本上来讲还没有形成就被共产党已经打击掉了。可以讲那些自由民主派以及那些反共人士和那些异议人物，他们要么是在牢里面，要么是去牢房的路上。那么海外呢？海外的民运被大家非常诟病，很多人看不上海外民运。一讲海外民运，基本上就对海外民运是全盘否定，从来没有看到海外民运这么30多年来，他们为推翻中国，他们为推动中国民主进步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看到所有都是海外民运里面他们自己所不满意的那些缺点，然后呢指责海外民运。当然了，海外民运确实有很多代表人物，很多大佬，他们个人的行为，无论是个人的品行、个人的水平和个人在整个这30多年工作中，他们本人的行为可能受到别人一些诟病，我觉得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与某一个人物和某几个人物就否定整个一个海外民主力量。所以到了今天，你海外民运靠不上，国内民运行不成，那么最终反对共产党就指望着共产党内他们大佬裂变吧，他们共产党内宫廷政变，甚至有人讲李克强站出来反共好不好？当然好，李克强会站出来反共吗？习近平站出来反共好不好？彭丽媛站出来反共好不好？好啊。那习近平会站出来反共吗？彭丽媛会站出来反共吗？反共要不要支持？肯定支持啊，谁反共不支持啊？问题历史不是你的假设，而是什么？而是实实在在要做这种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道路。你说中国反对的力量不够强大，香港的反对力量，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看得到，香港的反对力量还不够强大吗？近1年的时间，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中涌现出几百万民众，他们和平地走上街头，向这个政府进行抗议。香港无论是勇武派还是香港的那些合理非派，他们从来没有割席过，合理非从来没有讥笑过勇武派，从来没怪过勇武派，就是你们的行为太鲁莽，是你们把我们这个运动搞毁了。那么勇武派从来也没有讥笑过合理非，就是你们从来不支持我们，你们合理非你们这样做没有用。人家两派从来没有互相指责、互相割席，从来都是默默支持。当某一派的人员受到警方、受到政府打压之后，所有的香港民众都一起去支持的。你觉得香港这个力量还不够正义，还不够团结，还不够强大吗？那么在这么强大的面前，为什么共产党没有被推倒呢？那最主要就是香港孤掌难鸣嘛。香港在本地地区可以啊，绝大部分民众都调动起来了。但是中国大陆14亿民众基本上就是看客，然后被共产党操纵的一批五毛啊、粉红啊这些人就铺天盖地的在通过各种网络舆论对
人家香港人士进行抹黑。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可以讲叫腹背受敌。第一个，中国大陆的民众没人支持他们，没人支持他们，他们香港又不能喊独立，因为香港民众始终知道不能把独立作为他们争取自己自由权利的一个口号。如果一旦这样的话，那么中共就更有理由去打击和抹杀他们了。所以香港民众始终坚持他们时代革命、光复香港，他们的五大诉求。他们五大诉求里面没有一个诉求是要求香港独立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就可以争取到国际社会对他最大的支持。你觉得香港还没有获得国际社会最大的支持吗？美国可以讲为香港已经出台了多个议案，这都是对香港极大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们从香港民众的身上，从香港这个团队身上，我们实际上是看到香港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对力量的。只是这个力量没有得到中国劳苦大众，没有得到中国14亿民众对他们极大的支持，没有在中国变成星星之火全国燎原，没有变成一个全国都抗议共产党的力量。所以说共产党最终是绑架了14亿民众以后，在收割韭菜的同时对香港进行疯狂的镇压。他们出台了这个国安法，这个国安法中共无论是在香港本地还是在全世界所有华人心目中都造成了很大的恐惧。香港本地就不用讲，第一，他们出台了国安法以后，就抓捕了像黎智英、周挺这样的民主人物，同时对原来一直走在抗争第一线的很多民主人物，他就把他们吓退，就类似于像陈方安生这样，他直接就宣布我退出政治嘛。还有一部分原来积极抵抗中共这个强权的一部分人物，他们只能流亡海外。所以国安法出来以后，对香港本地民众，对整个香港这个反中共、反强权的运动，肯定是有杀伤力的。同时在海外也是这样。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也就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登出来的，说是因为有国安法，中共这个国安法有一个虽远必诛的这么一条，也就是任何人，他这个不是指你香港人，就任何人，你只要是谈香港事务，你只要涉及到香港的所谓国家安全，中共都有权利抓捕你，因为他这么一个长臂管辖，就是对全世界所有人都管辖住。没有指你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香港人还是哪里人，只要你在香港或者在香港以外的地区，你讨论的是香港事务，你讨论的是对香港所谓国家安全有可能妨害的事务，中共都可以抓捕你。因此呢，中共有这么一个长臂管辖法以后，也就变成了海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共的这一条国安法就感觉到一种惧怕，一种恐惧。所以我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上面居然写的什么美国顶尖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这个大学里面教授也好，学生也好，他们在讨论跟中国事务有关的，尤其是香港事务、西藏事务、新疆事务，讨论这些中国人权专题的时候，他们都不敢公开的讨论，他们给学生要起代号，他们老师批改作业都要用记号、用暗号来完成这些作业。也就是美国这个顶尖的大学，有的全世界最自由的这个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已经被中国一部国安法，到了教授和学生他们之间谈论中国香港事务之后，要用代号的方式。你可以想想看，中共这个恐惧已经给美国施加到什么地步。所以说美国还有很多政治人物认为中共对美国没有威胁，中国对美国的制度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那些拥抱熊猫派的那些美国的那些专家教授政客们，他们到今天仍然为共产党洗地。他们看到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拿什么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美国都感觉到恐惧了，那哪里不感觉到恐惧呢？你觉得中国大陆还有人敢去讨论香港的时代革命、光复香港吗？那么香港人在本地讨论的话，中共会不会用国安法马上就抓捕啊？所以说中共他出台的这个国安法，他已经对全世界构成了威胁。所以说中共就是这么一个邪党嘛。因此来讲，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绝对不存在什么我们只是在那等待党内有大佬去火拼以后，党内有那些高层人物，他们彼此之间帮派火拼以后，最终其中一个帮派战胜别的帮派以后，会把中国带向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走的那条路，把中国带上民主的道路。这种可能性是有，我不否认，但是微乎其微。因为中共这么邪恶的党，他们这个党的那些领袖，他们没有人想过要把中国的这个专制政权放弃，他们只会死死的守护着这个专制，他们要去收割韭菜，要压榨人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期待希望放在党内裂变，认为中国只可能走宫廷道路，走中国党内火拼的这条是中国产生民主道路的唯一道路的人，我觉得你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一条道路只要能推翻共产党，我们都支持。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在等待某一个方面，而是应当通
过我们自己现有的力量能够怎么去扩大。香港可以讲就是中共所制造的最大的一个火药桶，只要支持香港民众，只要把香港这个反抗中国政府的这个群体优先的调动起来，最终当中国大陆民众都能呼应香港的时候，我相信在全国民众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共产党他不亡也都亡啊。你白俄罗斯现在不就是这个情况吗？卢卡申科他成为一个统治者，他已经26年掌管了白俄罗斯的政权，但是今天白俄罗斯人民已经不再忍受他的专制，所有的人民现在就要求他下台。因此到了卢卡申科看到这一步全国人民的反对的时候，尤其军队不支持的时候，他现在只能答应重新选举啊。他知道他操纵的选举人民反对啊。这也就是说，所有的独裁者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感觉到他自己没有退路的时候，他必然向人民求饶的。那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国，你觉得是党内裂变吗？没有任何裂变哇，就是齐奥塞斯国得到人民的反对，然后在1天之内，整个齐奥塞斯国，整个罗马尼亚就改变了颜色。齐奥塞斯国和他老婆就被正义的法庭送上了刑场哇。这齐奥塞斯国整个罗马尼亚罗共的变化，你觉得是党内大佬的变化吗？而是在关键的时候，党内其他大佬选择了不再支持齐奥塞斯国，不再支持独裁者。我相信习近平和彭丽媛总有一天也到了孤家寡人的这一天，也就是党内没有人支持你们的时候，最终这2个人就跟齐奥塞斯国一样被人民送上法庭。而如果是习近平和彭丽媛他们像齐奥塞斯国夫妇一样被人民送上法庭的那一天，毫无疑问来讲，当人民能做出选择是把习近平和彭丽媛送上刑场的时候，人民一定做出一个更大的选择，就是灭亡中国共产党，中国从此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字幕组的朋友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帮助真的很无私。大家可以看到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节目，字幕组的朋友为我分别加上了中文简体、中文繁体和英文字幕。所以说呢，很多观看我节目的朋友呢，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字幕打开以后呢，你就可以呢选择你想要的语言。我最近的节目已经全部加注了中文简体、中文繁体和英文字幕，所以欢迎朋友们点击收看和转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